是会让相爱的人彼此乱猜，给自己创造一些借口去爱。明明是快乐的开始，背段爱的精彩，却偏偏要出现许多意外。忧伤的时候就大声唱出来，别让快乐输给了阴霾。有些瞬间不会一直有，让彼此拥有幸福的心怀。忧伤的时候就大声唱出来，别让不爱一直存在。放下所有埋怨，所有不快，从头来。放下所有埋怨，所有不怪，从头来。款款，款款，钟款款，钟款款。款款，你过来一下。哎，来！一大早就不见人了。哟，款款，他是不是偷了我们家东西就跑了？咱们家有什么可偷的呀？我，武林高人去也，有恩报恩，后会有期。真是的。现在整个地产界都知道，段家有个二孙子是个沉不住气的。我说你怎么就光知道往上冲呢？你怎么就不知道看清楚情况再说呢？哎呀，本来我是想让你跟我争脸的，现在可好，你把我的脸全都给丢尽了。我就说了，让你们不要把动静搞得太大，不听我的，结果呢？这就是下场。我倒是听你的，你说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不是，什么下一步啊？你连下一步都不知道怎么办，你让我怎么听你的？照你这样下去，你早晚得给那母子俩打工。我只要一想到我们家天意，将来要在他哥哥手下做员工，我这浑身这一阵起鸡皮疙瘩。妈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嘛。何必分得那么清楚？我听说我哥离家出走了，我倒是挺想让他快点回来。你听听，你说这种话有出息吗？啊？你倒是不想插手，可是在这个段家，如果你不分清楚的话，你将来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。我问你，我这么做是为什么呀？我就是为了等我们100年之后，你好在段家有个1亩3分地吗？
师傅，快点！妈！妈！妈！天乐回来了。徐管家，徐管家，我妈到底怎么了？啊！夫人吧，这2天她就是……她到底怎么了？你终于肯回来了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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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！哎，你没事就好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很着急，我特别着急。你没事啊？徐管家，是不是你老奸巨猾，故意用这招骗我的？是我这样嘱咐徐管家的，不然你会乖乖回来吗？妈，你这种事儿能随便跟我开玩笑吗？不是的，天乐，前几天夫人真的是哮喘病发，真的送进了医院。好了，徐管家，这儿没你的事了。天乐，跟我过来。骗我！哟，你什么时候有吃饭看报纸这个习惯了？笨笨就。哎，这份报纸是老爷子每天都要看的，我特地订了一份儿。哎，今天这上面把阮大师夸出了一个新的高度。你说，老爷子能不欣赏他吗？光看这些有什么用啊？都是纸上谈兵的事儿。你懂什么呀？我今天就会见到如萍了。你跟他联系上了？那你空想什么呀？我早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按照我的计划，今天下午就可以完美的偶遇他。妈，妈，就算我求你了，你去做个全身检查行不行啊？别把话题岔开。我自己的身体，我知道该怎么照顾。倒是你，你知不知道你是段家唯一指定的继承人？那不还有天意呢吗？段天乐，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？天乐，你爸爸去世的早，现在你爷爷年龄又大了，段家能在业界有一定的一席之地，全靠我这个女人在外面打拼。你都这么大了，你还想看着妈妈这样辛辛苦苦的干下去吗？再说了，段家现在的事情，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吗？对于你，我们段家没有什么期望，我就是希望你别给我们丢脸。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，你真的是对不起你的爸爸，也对不起段家的列祖列宗。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教训别人的时候还把祖宗八代搬出来？你还敢顶嘴？刚一跟你提相亲的事，你就离家出走了。你知不知道，那天你爷爷差一点就答应让天意去相亲了。要不是我说你马上就回来了，我们这次机会就保不住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你什么意思？我还得相亲啊？废话不是？您好，这衣服有人订了吗？这件衣服这位女士订了。如萍，美西，哎呀，真是太巧了！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点都没变。哪儿啊？跟当年比，我老的可不是一点点哦。我这人呐，也开始老了。
瞧你这话说的，我儿子也20多了，我才老了呢。哎呦，瞧你说的，好像我没孩子似的。你忘了，我女儿也20好几了。哦，你这话的意思，可是让我有误解啊。你是要把你家的千金介绍给我的宝贝儿子啊？美心呐，美心，你还是这么幽默。你忘了，我答应你们家老爷子让玉莹和天乐见面的，啊，怎么可以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呢？也是，你向来都守信用的。哎呀，只可惜啊，你看现在，计划不如变化快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不知道啊？哎呀，你看我，是天乐离家出走了。什么？阮世雄是世界闻名的建筑大师，跟我们家是门当户对。你要做了他的女婿，将来你接了班，那你自己就有了靠山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人家给我们机会，那是我们的福气。妈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根本不喜欢相亲，我也不需要靠山，你就对你儿子这么没有信心啊？对，我对你就是没有信心。按理说我是段家的人，不应该跟你讲这些。可是我们俩的关系，我还是不瞒你了。相亲的事迟迟未定，就是因为天乐他不在家。我是想玉莹是个女孩子，青春宝贵，总这么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呀。咱们俩都这么多年的关系了，我能不向着你们吗？天乐这孩子呀，太不定性。还是我们家天意稳呐。我就在想，你如果见到我们家天意，你就会觉得，哎呀，他们俩简直是那么的般配。美心啊，你见过我们家玉莹吗？嗨，我是说，只要是你如萍的女儿，一定是大家闺秀，错不了。不过，现在让天意和玉莹见面，有点不妥。我觉得这件事还是从长计议，来日方长嘛。相亲就安排在明天。你作为段氏唯一指定的继承人，维护段氏的企业，从你一生下来就是必须接受的使命。我为你安排这个相亲，都是为了你好。我当然知道，与生俱来，我就不是一般的人。一般人的快乐与眼泪，在我的世界里是享受不到的。嬉笑怒骂下，其实我多期望，有一天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。外面的世界何其精彩，对于我来说，永远都只是风景。或许在旁人眼中，继承了段家的基业，等于是一场天生的王子嫁美，但伴随而来的压力与束缚，却更像是齐天大圣顶上的那个金箍。我负担着王子托付下来的沉重盔甲，手上拿着即使会伤害自己，却要狠狠抓牢的沉重宝剑。外加先皇先后、列祖列宗的谆谆教诲，甚至连爱情，我都失去了自由的权利。我曾经憧憬，至少在爱情这条路上，让我当个能够白手起家的凡人。从相识、心动、告白，直到定情，这一连串的恋爱过程，我希望能像铺铁轨一样，一节一节自己打造。但很显然，直到这一刻，我不得不如梦初醒，然后领取一张导游帮你规划好的车票，上车就坐，等待他开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。然后，火车终于到达了。啊，你来了！你好，玉莹，快跟阿姨打招呼啊！
箭射向我，不偏不倚，直中心扉。于是我知道，那个该死的弓箭手叫做丘比特。于是我知道，在这世上，真的有一种致命的感觉，叫做一见钟情。伯母好，我叫阮玉莹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玉莹。天乐，天乐，初次跟伯母见面，总要做个自我介绍吧？阮伯母好，我是段天乐，今天见到您很开心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来坐下谈，请。来来来，家里啊随便准备了一点下午茶，大家用啊。不客气。天乐啊，你应该为之前的事向人家道歉。抱歉啊。不用不用，天乐啊，我听说你是纽约大学建筑系毕业的，是不是啊？他爸爸师兄跟你们学校的马丁教授特别熟。马丁教授。哦，对，马丁教授，我跟他特别熟。那个伯母，改天我们3个可以一块儿吃饭。啊，天乐，马丁教授是教授，你是学生，你们是师生之间的关系，怎么能没有分寸呢？没关系没关系，反正在家里轻松一点嘛。你可不知道，我们家玉莹啊，平时在家跟他爸爸也是没大没小的。今天呢，你阮伯父公务在身，不在家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阮大师公事繁忙，我们会理解的。我们家师兄啊，在设计方面年纪越大越吹毛求疵了，每天围着这个图纸啊转来转去。那没关系啊，正好我们段氏集团有几个企划方案，还真希望阮大师吹毛求疵一番呢。其实呢，段氏这几年的发展，我也都看在眼里。说心里话，就是在工作方面，我还真做不了师兄的主呢。啊，没关系，来日方长嘛。以后他们经常走动，经常一起聊，我们也多走动走动嘛。是是是，哎呦，瞧瞧瞧，我们俩说的，把这2个年轻人都晾在一边了。是啊，我们太急了。玉莹啊，我们说这些，你是不是觉得很闷？啊，没有，我从小就喜欢看爸爸谈工作时严肃专注的样子，听伯母聊这些，我觉得很熟悉。我们女儿就是这样的。玉莹啊，这样吧，你带天乐呢到我们家转转，顺便看看你爸的设计图，还有你画的画。我们走吧。啊，好。我在加州度假的时候啊，每天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我的冲浪板，直接就冲到沙滩里面，等最大的浪来。哎，我的游历不止这些，啊，像什么热带风情啊、北国冷暖，很多国家我都去过。哎，前2天我刚从国外回来。奇怪啊，普通女生听到这些应该已经如痴如醉，眼中散发着饥肠辘辘的光芒，为什么她就是不动声色？你怎么了？怎么没话说了？啊？哦，我是在想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忘说了。刚刚你已经说了弹琴、跳伞、听歌剧、冲浪和赏雪。据我对你们这些有钱公子哥的了解，你铁定还漏了到舞厅跳舞、玩名牌、跑车、换女朋友。那些绝对没有。我是有理由的。我上次是因为去了哪儿？没关系，我根本不在乎这些，因为我呢是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。我明白，我也是这样的人。我第一眼见到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也就知道我到底会不会喜欢他了。
喂，你好。是。真的。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，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。谁？啊？谁打劫了？到底谁打劫了？怎么回事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一家新开幕的华人度假村在找甜品供应商，我常去送货的那家咖啡店老板推荐咱们了。哦，哇塞！好，那咱们竞争会不会太激烈啊？我想了一下啊，咱们只要通过企划部门的评选就行了。爸，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啊！一定要做出一款其他厂商没有的产品，来跟其他的供应商一决高下。老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终究还是没有能力把女儿照顾好。我要怎么告诉她，我把房子都赌输了？坤哥，在，蔬菜沙拉，生鱼片一份。好，生鱼片先端走。坤哥，哎，季节时蔬番茄肉酱面、铁板炒饭。好，知道了啊。你小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？我的红烧乔亨呢？你等着。说说吧，兄弟。我跟你说，要不是我妈出招把我骗回来，我还不回来呢。不过我昨天已经认了我相亲的宿命了。哎，结果呢？结果呀，风平浪静啊。不过有一个唯一不好的就是，又多了一个爱情的俘虏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相亲没那么可怕，可怕的是，在相亲的短短几个小时里面，你可以让对方直接就把你爱上。哎，等等，你的意思是，之前被你放鸽子的那个相亲对象，怎么着？他现在喜欢你了？容我提醒你一下啊，他的名字叫阮玉莹。此刻他爱我已经爱得很深了。那你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，我就再看看吧，看看他表现怎么样。我瞅你这副德行，你这不也不讨厌他吗？那你就赶紧对他展开攻势啊！你还不早点回来，整得我被你妈天天拉出去审问去，这手机都给我没收一个。咱们俩是兄弟，你说这干嘛？我再送你一个手机。哎，这个正。其实我这次离家出走，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，我还是增长了一点见识的。不，我最纳闷的就是，你身上1毛钱都没有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哎，是不是偷偷住你妈别墅去了？我傻呀，我能自投罗网吗？我那几天呢，就是在一个华侨家里面打工，一个外表不像女孩，内心也不像女孩的女孩。啊，我每天天不亮的时候我就要开始上班，守在炉火前面煮巧克力，充当人力搅拌器。接着呢，还得骑脚踏车去送货，骑得我2条腿都快断了。更别说一边骑，我还得一边担心盒子里的巧克力有没有平安无事。哎，最惨的就是，就算客人只买了1个巧克力，我还是得弯腰鞠躬到底。这样下来，你知道有多辛苦吗？不过，事情的结果却和付出的努力完全不成正比。店里的订单越来越少，整个店都摇摇欲坠，早就快倒了。爸，
咱们家的店啊，最近越来越有起色了。现在天上又掉下来这么大一个馅儿饼，我有预感啊，我很快就能回学校了。绿勺，怎么回事儿，钟涛先生？我要绿勺，你这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看你真是老眼昏花了。款款，爸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说。说呀，不敢说。说。你听我说啊，前几天他们非拉我去赌博，我们就一起喝酒，我肯定是喝高了。他们逼着我又没钱还他们，我就把咱们家的房子给赌进去了。以为可以骄傲的自我陶醉的相爱就爱，我不是小孩，已经忘了关怀，逃开了束缚和教条，终于可以挣脱开。绿勺，我不是小孩，却突然迷失了人海，发现自己在人群中还依然是个小孩。大不了我书不念了呗。等把那个度假村的合约拿下来，别说是1栋房子，就是8栋房子我也还得起。越迷茫越慌张，越纠缠的在现实中为了显帅，不愿释怀，从没把自己做交代，不言而喻的期待，却没期待换来曾经的对白，已经没有必要。这个月的水费、电费、电话还要买材料。不愿释怀，别给自己做任何交代。钟款款，你一定可以的，你一定能够拿到这个大合约。加油！都是无心无感的伤害，无非都是幻觉，别让自己掩埋。这家店根本就不行，还说是名店。这2家则是敷衍了事，看得出不是手工制造的。至于最后这一家，水准还不错，但是缺乏特点，所以我们就跟最后2家签约，让他们轮流供应我们需要的巧克力。经理，我们为什么不单选其中一家呢？因为人难免都会有惰性，拿到了长期合约以后，很难保证品质不会改变。我要他们在供应期间继续竞争。好了，把巧克力都拿下去吧。抱歉，我们科长选了别家店的产品，这个请你带回去吧。什么嘛，就吃了这么一点儿，这怎么能尝出味道嘛？什么科长啊，有没有品位啊？怎么当的科长啊？
真是的，味蕾长到头皮上了是吗？连一整颗都不吃完，能吃出什么呀？真没品位，没见过你这样的科长，真是没品位。你是中国人啊？什么？突然间吃这么多巧克力，血糖会升得很快，对身体不好。我们家的巧克力我爱吃就吃。原来是你们家的巧克力。刚才听你骂科长的，是哪个科长？还能是哪个科长？就是度假村中心体化课的课长。我看他们应该弄个造孽课，糟蹋美食课才符合他这个人。你跟他有仇啊？干嘛？哦，你是这个度假中心的职员嘛？你想去告状是吗？如果我是这个度假村的职员，你是不是就不告诉我了？正相反，有人帮我传个话正好。麻烦你帮我告诉那个科长，他这个人一点品味都没有。我看他是味觉失灵了才会选别人家的巧克力，不选我们这么好的纯手工巧克力。既然这么好，我可以尝尝看吗？嗯，尝尝。你们家的巧克力味道是还不错，可是缺乏特色。我们家的巧克力缺乏特色，这巧克力可是我不眠不休好几天没睡觉做出来的独门巧克力，好吃的让人想把舌头吞进肚子里，简直能诱发人的暴食症，懂什么呀？听你的意思，好像还有点恐怖。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，语言相通，但也不一定会当朋友。大家萍水相逢，再会，不见。等车啊，我们这是第2次见面，可以做朋友了吧？车来了。你是怎么学会做巧克力的？我爸就是巧克力师傅，巧克力我从小就会做。那这么说来，你刚才说的全都不是瞎掰。拜托，一把年纪了，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行吗？那既然你不介意跟我这个一把年纪的人做朋友，那你介不介意我去你家店里参观一下你的作品？谁怕谁啊！只要你付得起钱，想吃多少有多少。今天真是难得啊，全家人都在一起吃饭。爷爷，哎，来，给你吃一个芋头烧鸭。爷爷血压高，不能吃太油腻的。哎呀，爷爷，由二婶给你把关，我这煮熟的鸭子可就飞喽。来，天意，谢谢哥。就爱胡闹。告诉我，你相亲的结果怎么样啊？就是相亲嘛，还能怎么样？那阮师兄的女儿漂亮吗？爸，这玉莹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还落落大方、出入有礼，跟我们家天乐啊是天生一对儿。怕就怕人家看不上咱们天乐吧？胡说！凭我们天乐的学历、外貌、家世，还有什么可挑剔的？哎呀，爸，天乐的确算得上是天之骄子，不过对方也是阮世雄的独生女。放眼望过去，城里的那些富商名流，都巴结着想跟阮世雄结为亲家，竞争者挺多的。就是啊，就是。况且，像这种大家闺秀，恐怕更喜欢稳重一点的男孩子。天意，来，吃菜。谢谢妈。
我哥从小就女生缘很好，我觉得玉莹肯定会喜欢他的。爷爷，我只负责相亲，后面的事儿我可就不管了啊。真会计较。哎，是不是没把握呀？我没把握还是他没把握呀？爷爷，我跟你说啊，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一看到他，我就知道他喜欢我。爸，阮师兄对我们公司的几个案子呢，都特别感兴趣。如果段家和阮家继续交往，再结成儿女亲家，我想我们的发展会更好的。那好，那爷爷就等着你娶这个漂亮的媳妇进门。能结成亲家自然是好事，可是，天乐，你可不能把这件事给搞砸了。阮家可是我们集团日后合作的对象，不能把人家给得罪了。美心啊，有你替天乐操心，我可轻松多了。都是一家人，这是应该的。我是了解天乐的，爸爸，天乐是咱们家的孩子，咱们自然知道他是有点顽皮，可是外人不了解，还以为他是纨绔子弟呢。我懂了。美心啊，你是怕阮家不了解我们家天乐，所以特别跑到阮家去，告诉阮家的人，我们天乐为了躲避相亲，离家出走了，是吗？啊？哎，有这种事吗？不是，爸爸，我也是最近因为相亲才跟他们聊了聊，我没想到美心跟她的老同学如萍最近来往的如此密切，是吧，美心？你就跑到阮家去，讲我们天乐的坏话啊？爸，也不是坏话。其实阮氏雄夫妻呢是非常聪明的人，他们知道了整件事情之后，特别希望玉莹和我们天乐相亲，特别希望这件事能成。不过呢，如果有人背后不安好心的话，这件事情啊，很难成定局。就是啊，就是啊。那个，我也只是突然间提起了这个话题，怎么可能去破坏呢？爸爸，来，您吃菜。为了庆祝你生平第一次相亲成功，爷爷给你喝一个。好，爷爷。哎，来，爷爷。哎。就这种巧克力。爱有时会让相爱的人彼此乱猜，给自己创造一些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特别的味道，酸酸甜甜，是奇异果。奇异果呢，代表初恋的味道。奇异果的清爽补足了巧克力醇厚的部分。至于这个橘色的呢，橘色的部分是因为加了柑橘，柑橘的清香刚好配合了巧克力的浓郁。挺识货的嘛。你别看这两种巧克力的颜色长得奇怪，味道可是顶级的吧？的确是顶级。可是我在想，你为什么不拿这种巧克力去参加评比呢？唉，这两种巧克力啊，放在店里，客人都不肯试吃。那我想问你一下，你们店里的常客都是什么样的？就是附近商品街的婆婆、妈妈，还有小朋友什么的呀。哼，那就难怪了。像你这种颠覆传统印象的巧克力，很容易遭到那些保守的客人的排挤。
可是度假村的客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，所以他们的接受能力与那些妈妈截然不同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把这个巧克力拿给那个度假村的科长试吃的话，他有可能会回心转意？非常抱歉，我想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在下班的时候已经把合同发出去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原来你就是度假村的科长啊！你好，我是李允征。你好。妈，二叔二婶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二叔二婶肯定被你爷爷留下训话了呗。走。大嫂，还是你行啊，在老爷子面前不露痕迹的就摆了我一道，真有你。美心啊，我劝你还是把心思用在分公司的经营上吧。走，天乐。二叔二婶，再见。天意，哥，记得打电话，拜拜啊。回家。妈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特别帅啊？每次你唇枪舌剑一把照的时候，我都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崇拜你。哼，那你就早一点进入状态吧，总有一天呢，这场战争得轮到你上阵。哎，你说这段天乐，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偏偏这时候回来，好不容易我们家天意和玉莹刚刚有点苗头，就凭他那个纨绔子弟，也妄想把玉莹给娶回家，他做梦！痛了，勉强呼吸，开始懂了。